在這個世界上，每一天都有無數人醒來，望着天花板，問自己同一個問題：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？而我又該往哪裡去？大家好，如果你最近常常感到莫名的焦慮，覺得時間過得越來越快，或者覺得周圍的一切都在劇烈的分化、撕裂，請相信你並不孤單。這不僅僅是你一個人的感受，這是整個地球正在經歷的陣痛。我們站在了一個巨大的十字路口，前方是充滿未知的2026年。有人說那是災難的開始，也有人說那是人類意識徹底覺醒的元年。今天我要帶大家走進一位傳奇靈媒的世界。他不是那些拿着水晶球故弄玄虛的占卜師，他是曾多次被傑夫·馬拉訪談節目評選為年度靈媒的吉爾·明傑克遜 （Jill Ming Jackson）。這不是一個關於怪力亂神的故事，這是一個關於愛、關於失去、關於我們在動盪時代如何找回靈魂安寧的真實記錄。請把心靜下來，準備好，讓我們開始這場靈魂的旅程。你依然記得你12歲那年的夜晚嗎？對於大多數人來說，12歲是無憂無慮的年紀，是夏天晚風裡的蟬鳴，是放學後奔跑的背影。但對於童年的吉爾來說，世界是另一個樣子。從很小的時候開始，吉爾就發現自己和別人不一樣。當別的孩子在操場上追逐打鬧時，他常常會停下來，盯着空氣中的某一點發呆。在大人們看來，那是一片虛無的空氣，但在年幼的吉爾眼中，那裡站着人。是的，他能看見靈體。最初，這種看見是無聲的，就像是一部被按下了靜音鍵的老電影。那些身影就在那裡，有時徘徊，有時注視，但從來沒有聲音。你可以想象那種孤獨嗎？作為一個孩子，你看見了整個世界都看不見的東西，你充滿了疑惑，卻不敢開口詢問。因為在那個年代，在美國南方保守的社會氛圍裡，看見鬼魂不僅是不被允許的，甚至被視為一種病態，甚至邪惡。他只能把這個秘密藏在心底最深處，學會了假裝自己只看得到陽光和樹木，假裝自己和大家一樣正常。直到12歲那年，一場突如其來的離別徹底擊碎了這層寂靜的玻璃。吉爾的祖母過世了。對於吉爾來說，祖母不僅僅是親人，更是他在那個充滿教條和規矩的家庭裡最溫暖的避風港。祖母的離去像是抽走了他生命裡的一塊基石。葬禮結束後的那個夜晚，房子裡安靜得可怕。吉爾躺在床上，淚水浸濕了枕頭。那種失去至親的劇痛，那種以後再也見不到他的絕望，像潮水一樣在這個12歲女孩的胸口翻湧。就在那個時刻，在黑暗與寂靜的最深處，變化發生了。以前他只能看見，但這一次，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穿透了他的意識，不是用耳朵聽到的聲音，而是一種直接在腦海中響起的清晰而溫暖的波動，那是心靈感應。吉爾，我在這裡，我很好，你要知道，愛從未消失。是祖母。那一刻，生與死的界限在他面前崩塌了。他意識到，死亡並不是終點，並不是如燈滅般的徹底虛無。祖母並沒有消失，她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存在，依然保有她的記憶，她的愛，甚至比生前更加自由。這個夜晚成為了吉爾人生的轉折點，他的聽覺、通靈能力在巨大的悲傷與愛的衝擊下被徹底開啟了。這本該是一份禮物，但在當時，這卻成了他痛苦的根源。吉爾並不是在一個鼓勵靈性探索的家庭長大的，相反，他成長於一個典型的南方浸信會家庭。如果您了解那個環境，就會知道那意味着什麼。那是嚴格的教條，是黑白分明的善惡觀，是對上帝絕對權威的敬畏，以及對地獄的深層恐懼。試想一下，一個剛剛開啟了天賦，剛剛感受到祖母靈魂溫暖的少女，每週日坐在教堂的長椅上，聽着牧師在台上激情昂揚的布道。牧師說，通靈是邪惡的。牧師說，與亡者溝通是魔鬼的誘惑。牧師說，不信教者死後將面臨永恆的審判與烈火。這些話語像一根根釘子釘進吉爾年輕的心裡。一方面，他在靈性體驗中感受到的是無比的愛、包容與自由意志；
另一方面，宗教教義卻告訴他，這一切都是罪，是恐懼，是審判。這種撕裂感折磨了他整個青春期，甚至延續到了成年。他常常問自己，如果上帝是愛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恐懼？如果我的能力是邪惡的，為什麼祖母傳來的訊息裡充滿了安撫與溫暖？這不僅僅是吉爾的困惑，或許也是屏幕前的你曾經有過的掙扎。當我們從小被灌輸的觀念與我們要親身體驗到的真實發生衝突時，我們該相信誰？是相信那個高高在上的權威，還是相信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感受？這種內在的戰爭持續了很久，直到成年後，吉爾終於做出了一個勇敢的決定。他決定走出那個充滿恐懼的盒子。他選擇離開有組織的宗教，不是因為他背棄了神，而是因為他想要尋找真正的神，那個存在於教條之外，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，充滿愛與光的源頭。他開始了一場漫長的求學之路。他遠赴英國，進入著名的亞瑟·芬德利學院 （Arthur Findlay College）。這是一所專門研究心靈科學的學府。在那裡，他遇到了同類，他接受了多位通靈導師的指導。他終於明白了一件事：通靈並不是一種失控的瘋狂，也不是一種被詛咒的附身。它就像彈鋼琴、畫畫一樣，是一種需要刻意練習、需要高度自律的專業技能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學會了如何開啟，也學會了如何關閉。他不再是被動的接收干擾，而是成為了靈性世界的主動溝通者。從恐懼走向愛，從被動承受走向主動掌控。吉爾的這段經歷，其實就是我們每一個靈魂在這個世界上修行的縮影。我們都曾迷茫，都曾被外界的聲音淹沒，但最終我們要學會的是聽從內心的聲音。而當吉爾終於與自己的天賦和解後，他所接收到的訊息開始指向了更宏大的層面，關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，關於那個即將到來的震盪的2026年。如果是你，當你閉上眼睛想象死亡之後的世界，你會看到什麼？是雲端上的豎琴，是長着翅膀的天使，還是僅僅是一片永恆的黑暗？我們在電影裡看過無數次天堂的模樣，光芒萬丈，所有的痛苦瞬間消失，靈魂變得完美無缺。但吉爾在成千上萬次的通靈溝通中，帶回了一個顛覆性的訊息：死亡並不是瞬間的神話，死亡是靈魂帶着現在的你搬了一次家。吉爾告訴我們，當我們跨過那道門檻，我們並沒有變成另一個完全陌生的存在。如果在這個世界上，你是一個幽默風趣的人，到了那邊，你依然會開玩笑；如果你是一個固執愛操心的人，到了那邊，你可能依然會忍不住想要插手子孫的事情。如果你帶着未解的遺憾和傷痛離開，那些情緒並不會因為肉體的消失而自動蒸發。這一點聽起來或許有些殘酷，但這恰恰是最真實也最讓人感動的地方，因為這告訴我們，靈魂是個性化的，是延續的，在那個被稱為來世的維度裡，依然有學習，依然有成長。吉爾描述道，那不是一個靜止的終點站，而是一所更宏大的學校。靈魂在那裡回顧這一生的功課，理解那些在地球上無法參透的因果。每一次通靈，吉爾傳遞的不僅僅是我很好這樣的平安訊息，更是那種鮮活的帶有逝者獨特個性的愛。也許是祖父生前最愛哼的那首老歌，也許是母親做菜時特有的嘮叨。這些細節在告訴我們，愛沒有消失，性格沒有消失，他們只是換了一種頻率陪在我們身邊。這種認知對於每一個失去親人的人來說是巨大的安慰，因為我們知道他們並沒有變成遙不可及的神，他們依然是我們熟悉的那個親人，只是生活在了另一個我們暫時看不見的房間裡。在這個講求證據的時代，靈媒的話語往往被視為偽科學，但吉爾並沒有止步於感性的描述，他是一個極其理性的探索者。幾年前，美國航空航天大亨羅伯特·比格洛 （Robert Bigelow） 這位曾與 NASA 合作的億萬富翁，因為痛失愛妻，發起了一項震驚世界的挑戰。他成立了羅伯特·比格洛意識研究所 （BICS），
懸賞巨額獎金，徵集關於肉體死亡後意識依然存在的證據。這是一場全球頂尖靈媒、科學家與哲學家的巔峰對決。吉爾參與了其中，他在這個研究所裡不僅僅是一個被觀察的對象，更是一個研究者。他與眾多擁有超長感知力的人一起，深入探討了一個困擾人類千年的哲學命題：如果靈媒能預知未來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們的命運早已注定？如果一切都寫好了劇本，那麼我們的努力還有意義嗎？這是一個極其尖銳的問題。如果2026年的動盪是注定的，那我們現在的準備又有什麼用？如果一個人的死亡時間是注定的，那醫生的搶救又算什麼？吉爾給出的答案充滿了智慧與辯證。吉爾在研究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：命運與自由意志並非對立，而是共存的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玩一款極其複雜的開放世界遊戲，遊戲的主線劇情、關鍵的任務點，比如出生、重大的轉折、死亡的契機，這些是由遊戲設計師，也就是你的靈魂在投生前設定好的，這叫做高幾率時間線 （High Probability Timeline）。這些事件就像是人生地圖上的一個個路標，是你為了學習某個課題而必須經歷的。但是，怎麼從路標 A 走到路標 B？ 是選擇一條平坦的大道，還是一條崎嶇的小徑？是笑着走完，還是哭着爬過？甚至你會不會在途中因為某種頓悟而徹底改變了原本設定的路線？這就是自由意志。吉爾強調，雖然某些宏大的歷史進程、某些集體業力帶來的事件，比如即將到來的全球性變動，具有很高的發生幾率，但這並不意味着結果是鐵板一塊。未來並非固定不變的雕塑，而是流動的河流。當我們每一個個體的意識發生改變，當足夠多的人做出不同的選擇，那條原本洶湧的河流就有可能改道。這就是為什麼吉爾要站出來分享預言。他不是為了販賣恐懼，告訴大家末日來了，大家等死吧。恰恰相反，他是在行使他的自由意志，試圖喚醒我們的自由意志。他說，有些事件是因為集體意識的渾濁而顯化的。如果我們能提升自己的頻率，如果我們能做出更充滿愛的選擇，那些原本看似注定的災難，或許會以一種更溫和的方式呈現。所以，當我們談論2026年時，請記住這個前提：這不是一份不可更改的判決書，這是一份天氣預報。預報說有暴風雨，並不意味着我們只能被淋濕。我們可以選擇修繕房屋，我們可以選擇互相取暖，甚至我們可以通過改變集體的能量場，讓這場風暴變得不再那麼具有毀滅性。帶着這種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信念，讓我們深吸一口氣。接下來，我們將揭開吉爾預言中最核心也最令人震撼的部分，關於那個即將來臨的轉折點2026。如果你覺得現在的世界已經足夠瘋狂，那麼吉爾·傑克遜帶來的訊息可能會讓你更加警醒。他在多次通靈中反覆接收到一個年份，那個數字像霓虹燈一樣在他眼前閃爍。2026。吉爾將2026年定義為二元性與极性加 K 的一年 ，The Year of Duality and Polarity。什麼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世界将不再有中間地带，光明與黑暗，善良與惡意，真相與謊言都會被推向極致，就像把音響的音量旋鈕猛然轉到底，所有的噪音和樂章都會被放大到震耳欲聾。在這個年份，我們將見證前所未有的撕裂，但也正是這種撕裂，給了我們每個人不得不做出選擇的機會。我們不再能當牆頭草，我們必須選邊站，是選擇恐懼還是選擇愛？首先，讓我們談談大家都關心的錢。吉爾看到的2026年經濟景象，並不是一條平滑的下跌曲線，而是一座瘋狂的雲霄飛車。他預見股市以及部分加密貨幣市場將出現令人瞠目結舌的高度震盪。今天可能讓你覺得財富自由，明天可能讓你懷疑人生。這種波動不再遵循傳統的經濟學規律，而是被一種集體情緒的恐慌與貪婪所驅動。但這不僅僅是關於數字的遊戲。吉爾看到了更深層的社會結構變化，就業市場的地殼運動。很多人可能會面臨突如其來的失業，或者被迫轉換跑道。
在傳統觀念裡，這是災難，是飯碗不保。但在吉爾的靈性視角裡，他看到了這背後的神聖秩序。這是一場靈魂的重新校準。有多少人為了那份薪水，在一個毫無熱情甚至違背良心的崗位上耗盡了半生？2026年的經濟動盪就像是宇宙的一雙大手，雖然粗暴，但卻充滿善意的把你從那個不屬於你的位置上推開。你該醒了，宇宙在對你說，去做你靈魂真正渴望的事情吧。吉爾預言，本地化經濟與小型企業將會在廢墟中興起。全球化的脆弱鏈條斷裂後，人們會重新發現鄰居的價值，社區連結、在地資源、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互助將取代冰冷的跨國資本，成為新的生存之道。除了人類社會的動盪，我們腳下的大地也在回應這股能量。吉爾在通靈時，並沒有把地球看作一顆死寂的岩石，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體蓋亞。而此刻，蓋亞正在經歷一場劇烈的排毒與伸展。在這個環節，吉爾提到的具體地點讓我們不得不屏住呼吸。日本與太平洋板塊區域，他看到了那裡地殼活動的顯著增強，那是板塊積壓已久的壓力釋放，水元素的能量也在提升。印度洋、印尼、加勒比海一帶，水災的頻率可能會超出過往的記錄。水在靈性層面代表着情緒。地球的水災某種程度上也是人類集體潛意識中悲傷與恐懼的溢出。而在大洋彼岸，美國西岸的地震頻率也在增加，甚至連頭頂的太陽也不甘寂寞。吉爾預見，太陽耀斑活動將對人類產生直接影響。你是否這幾年常常覺得莫名其妙的疲憊、頭痛、心悸，或者情緒突然崩潰？這可能不僅僅是你的身體出了問題，而是我們的生物磁場正在與太陽風暴共振。聽到這裡，你害怕了嗎？請記住吉爾的那句話，是準備，而非恐懼。Preparation, not panic。恐懼會降低你的頻率，讓你更容易捲入災難的磁場，而準備則讓你心安。儲備一些基本的物資，關注清潔的飲水，照顧好自己的身體。當風暴來臨時，一個有準備的人不僅能保護自己，還能成為身邊人的燈塔。吉爾最核心也最震撼的預言是關於意識分流，這是一個極其強烈的畫面感隱喻。他形容，從2019年開始，地球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火車站，而在2026年到2027年，兩列截然不同的火車將徹底分道揚鑣。第一列火車，舊世界的列車，這列車上載滿了恐懼、戰爭、分離、控制、貪婪和對他人的評判。車上的人們依然沉迷於互相攻擊，依然相信資源是匱乏的，必須通過掠奪才能生存。第二列火車，新地球的列車，這列車通向團結、愛、共榮、互助與和平。車上的人們並不是沒有遇到困難，但他們選擇用同理心去解決問題。他們相信合作大於競爭，相信萬物一體。這一幕正在此時此刻發生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你身邊的一些朋友，甚至是親人，變得越來越讓你無法理解？你們雖然生活在同一個物理空間，吃着一樣的飯，但你們仿佛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平行宇宙裡。這就是意識的分流。這並非物理層面的裂開，你不會看到地球真的裂成兩半，但這比物理分裂更深刻，這是頻率的徹底脫鈎。吉爾告訴我們，2026年就是這兩列火車徹底拉開距離的時刻。你現在的一念一行，每一個善意的舉動，每一次在憤怒中選擇寬恕的決定，都是在為你自己買那張通往第二列火車的車票。如果你一直覺得人類是孤獨的，那麼接下來的訊息可能會徹底顛覆你的認知。吉爾·傑克遜不僅僅是一位與逝者溝通的靈媒，他還是一位星際溝通者。他提到自己長期與一個名為所羅門 Solomon 的銀河群體意識保持着連結，而在所羅門傳遞給他的畫面中，未來幾年的天空將變得異常熱鬧。我們過去總是在等待政府的解密檔案，等待權威機構承認 UFO 的存在，但吉爾說不再需要等待了，揭露的權利已經回到了人民手中。他預見，隨着科技的普及，每個人手中的手機、行車記錄儀、
甚至是家裡的監控攝像頭，都将成為捕捉真相的眼睛。在2026年到2027年間，我們將看到大量的清晰到無法否認的 UFO 影像與目擊記錄。這些不再是模糊的光點，不再是可以通過後期特效解釋的錯覺，而是開放式接觸 （Open Contact） 的前奏。這不僅僅是關於外星人，更是關於人類意識的拓展。吉爾認為，這並非一場好萊塢式的入侵，而是一場久別重逢。當我們在夜空中看到那些不可思議的飛行器時，請不要感到恐懼，那是在提醒我們，我們的存在遠比我們以為的要宏大得多。我們是宇宙公民，而在浩瀚星海中，我們有家人在守望。現在，讓我們把目光收回，看看你的身邊，看看你懷裡的孩子，或者你孫輩的孩子。特別是那些出生在2015年之後，以及2020年疫情期間降臨的生命，看着他們的眼睛，你有沒有覺得他們有些不一樣？那種眼神深邃、老成，仿佛早已看透了這個世界的一切規則。吉爾在通靈中看到了這些孩子的靈魂本質，他們是帶着任務來的，他們不是來適應這個舊系統的，他們是來推翻並重建它的。吉爾稱他們為新地球的建築師，他們的 DNA 中攜帶着更高的頻率，他們的意識天然就處在第5次元。什麼意思呢？意思是，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，可能需要修煉幾十年才能學會的愛、包容、直覺和心靈感應，對他們來說就像呼吸一樣自然。他們的使命非常明確：第一，推動科技的正向發展，他們將發明出清潔能源、療癒技術，去修復我們這一代人造成的破壞。第二，揭露腐敗，他們的眼睛容不下謊言，那些隱藏在暗處的權錢交易，那些虛偽的制度，在他們面前將無所遁形。第三，平衡神聖的陰陽能量，他們不再被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所束縛，他們擁有男性的果敢，也擁有女性的慈悲。如果你家裡有這樣的孩子，吉爾給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建議，請不要試圖用舊世界的規矩去馴服他們，不要因為他們的敏感、他們的特立獨行而感到焦慮，不要把他們的不同當成是病，請傾聽他們，因為他們帶來的正是我們苦苦追尋的未來。最後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幾年最沉重的話題：戰爭、俄烏衝突的炮火、委內瑞拉的動盪、中東的硝煙。這些畫面讓我們痛心，也讓我們懷疑人類真的還有救嗎？吉爾的看法是現實而又充滿希望的，他並沒有粉飾太平。他坦言，這股戰爭的能量，這種基於恐懼和貪婪的衝突，在未來幾年仍將持續，甚至在2026年之前可能會有局部的激化。但是，請聽好，這並非永恆的黑暗，這是黎明前最後的瘋狂。吉爾形容舊世界的能量就像是一個垂死掙扎的巨人，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，所以他會拼命地製造混亂，試圖抓住最後一點控制權。但在2026年之後，隨着集體意識的提升，隨着那2列火車的距離越來越遠，戰爭的能量將開始衰退。和平不會從天上掉下來，也不會由某個強權賦予，和平將來自於每一個普通人的覺醒。當我們每個人都開始在自己的生活中停止爭鬥，當我們每個人都開始選擇愛而非仇恨，戰爭的土壤就會乾涸。說了這麼多，面對即將到來的2026，面對那個可能發生的2元對立與經濟震盪，作為一個普通人，我們到底該怎麼辦？是囤積更多的黃金，還是挖一個更深的防空洞？吉爾·傑克遜給出的建議出乎意料的簡單，卻又無比深刻。他說，不要讓恐懼成為你的導航儀。當外面的世界像狂風骤雨一樣搖擺時，如果你跟着它一起搖擺，你會被甩出去。唯一的方法是做一棵樹，深深地扎根。第一，請學會斷網的藝術。在2026年，信息戰和情緒病毒的傳播速度會比任何瘟疫都快。每天給自己一段絕對安靜的時間，關掉手機，關掉電視，不要去看那些販賣焦慮的新聞，去看看台灣的山，去聽聽海浪的聲音。大自然擁有最高的振動頻率，它是最好的療癒師。第二，建立你的靈魂部落。
找到那些能讓你感到安全、被支持的人。不要再把时间浪費在無謂的爭吵和消耗你能量的關係上。在未來的幾年裡，社區 community 將比資本更重要。當你跌倒時，扶起你的不會是銀行賬戶裡的數字，而是住在你隔壁、願意分你一碗熱湯的人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守住你的善念。吉爾反覆強調，2026年是因果顯化極快的一年，你發出的每一個念頭都會像回旋鏢一樣，以驚人的速度回到你身上。所以，即使在看到不公時，也請試着保持憤怒中的慈悲；即使在被誤解時，也請選擇寬恕而非報復。這不是軟弱，這是在保護你自己的能量場不被污染。朋友們，視頻的最後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預言的秘密。很多人認為預言是寫在石碑上不可更改的宿命，但吉爾告訴我們，真正的預言不是為了告訴你未來會發生什麼，而是為了提醒你，你可以改變什麼。如果預言說前面有懸崖，不是讓你閉上眼睛跳下去，而是讓你現在就轉彎。2026年，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巨大的關卡，但換個角度看，這何嘗不是一次集體的畢業考？地球母親正在升級，她正在清理舊有的毒素，而我們作為這顆星球上的孩子，也被邀請參與這場盛大的進化。哪怕只有一個人，就是屏幕前的你，決定從今天開始不再生活在恐懼中，而是選擇活在愛裡。哪怕只有一個人決定放下對立，去擁抱那個和你觀點不同的人，這個世界的時間線就已經發生了微小的偏轉。蝴蝶扇動翅膀可以引起風暴，而你心念的轉變可以改寫地球的劇本。結語：你就是光，無論你是誰，無論你在哪裡，無論你是那個在深夜裡感到孤獨的靈魂，還是那個為了家庭努力打拼的平凡人，請記住，你之所以選擇在這個動盪的時間點來到地球，並不是因為你倒霉，而是因為你足夠勇敢，是因為你的靈魂知道你可以承受這一切，甚至你可以轉化這一切。2026年就要來了，不要怕。黑暗之所以顯得可怕，是因為光還不夠亮，而你就是那個光。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，讓我們約定，保持清醒，守住良知。如果在黑暗中看不清方向，那就讓自己發光，成為別人的燈塔。未來不是被預測出來的，未來是被創造出來的。